友免礼，都就坐吧。今日寿宴，承蒙诸仙赏脸，蓬荜生辉，本座十分欣慰。好，开宴吧。你才答应过我，不再让他靠近锦鲤，言犹在耳，这算什么？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我去支开他。罢了，母神寿宴不宜生事，先定着吧。这只鸟怎么无缘无故又发作了？难道他发现我旷达1000年灵力的事儿了？嘘，小鱼仙瓜。奇怪，怎么连小鱼仙瓜这么古怪？看来天后这个寿宴实在是难为他了。哎呀，吃东西吧，来，吃东西，吃东西。蓝军，告知破军行军，增调2班天兵戍守大殿。是。这位是？啊，他是属仙先生。属仙？我最害怕鼠了，我不喜欢老鼠。他不是一般的老鼠，他是我们12生肖里的老大哥，才情了得，下得一手好棋。你喜欢的水神顿世期间，从不见旁人，就和他下棋了。是吗？那他还蛮厉害的。润玉恭祝母神福寿绵长。哎，最近夜神倒是越来越简朴了。今天来赴寿宴，只是别了一根藤条做发簪。本座倒是十分欣赏你简朴的个性，可是此物看来像是花界之物。润玉回母神的话，此藤不过是只普通的簪子而已。如此俗物，居然能入夜神之眼。此藤是润玉挚友所赠，意义非凡。白玉螭龙簪、玳瑁翡翠簪、花银鎏金簪，这些或许贵重，但对于润玉来讲，断然比不过这根葡萄藤珍贵。今日是母神大寿，润玉认为非此藤不配。地道，小鱼仙瓜这个朋友地道的很嘛。此藤倒也有些趣味，不知我儿的这位挚友今日可在席间？回复地，润玉之友非仙非神，并不在今日的邀约之列。那是有点可惜了。想来定是一位方外的高人。下次如有宴席，记得要下张拜帖。谢父帝。小鱼仙瓜真是机智。不过这天帝好厉害啊，他都没见过我，光凭一根葡萄藤就能看出我的人品。点评到位。这位仙友为何如此无礼？老鼠！干什么？煌煌9重天，何来老鼠？哈哈哈！小鼠顽皮，惊扰仙友，冲撞天后，该死该死！你呀！何方神圣，来赴寿宴，竟然用幻术掩盖真身？母神，
不是百花宫的子芬吗？保养的真不错呀，越长越水灵了。酒仙，莫非酒喝多了，脑子也糊涂了？子芬已经陨身好几千年了。就是嘛，酒仙，你该醒醒酒了啊！哎呀呀，这不是子芬，这是旭凤的小书童锦觅呀。哎呀，我这姻缘符里的红线团呐，久不打理，都乱成一团了，写得我是头昏眼花，一下子忘了时辰了，还请王兄天后恕罪。锦觅拜见天帝，拜见天后娘娘。锦觅，太像了。不知锦觅仙子在何处修仙？哎呀，王兄未免闭塞些了吧？蜜儿可不就住在凤娃的七蜈蚣里吗？说起来还算是凤娃拉扯大的呢。不知我儿从何觅得这般姿色的仙子？哦，蜜儿是凤娃拾回来的。哎，不是，狐狸仙说反了，是我把她给拾回来的。说来惭愧，在下不才，救过二殿下3回性命。可是那位以夜幽藤相赠，几次3番救火神于危难之际的锦觅仙子，正是。天地明鉴。这么一说，本座跟陛下倒要谢过锦觅仙子救命之恩了。天后客气，惭愧惭愧，举手之劳嘛。不知锦觅仙子何处拾得巧遇火神？水晶之中。完了，我这一交代，周方中肯定会把我从天界捉回去的。锦觅仙子可是花仙？非也，在下是一个果子精。果子？在下是个葡萄。不知锦觅仙子仙龄几许啊？4000多一点点。哎呀，兄嫂替旭凤觅良配的心情，丹珠是感同身受啊。可是人家小姑娘面皮薄，问话呀要婉转些嘛。听说这个穗禾为了贺天后的华诞，亲自排了一出云韶羽衣舞，不知天后可愿与本座一同欣赏啊？好啊，在那边，走。走。穗禾衔鸟族诛仙，恭祝天后娘娘上寿无极，长乐未央。穗禾有心了，旭凤若有穗禾一半贴心，本座也就心满意足了。承蒙天后抬爱，女儿家无用，哪比得上火神殿下？征战6界，勇武无双。我们本就是一家人，平常多走动走动，别疏远了才好。到旭凤身旁坐下，跟旭凤坐在一起，也方便与本座说话解闷儿。是。今日姨母寿诞，穗禾陪殿下多喝2杯。蜜儿，看着心里酸不酸，痛不痛啊？哎，果然酸了。不酸啊。
我只是觉得他们俩这个样子好眼熟啊。陛下，你看看他们两个坐在那儿，像不像在我的偏殿里悬挂的那幅画“春雨霏霏，丽影成双”？我记得那幅画上面还提了个应景的名儿——珠联璧合，是吗？啊，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就是珠联璧合。我记得这幅画在《天香图册》里面有过。原来孔雀仙跟凤凰灵修过。你胡说什么？在下没有胡说，在下只是，想跟公主切磋灵修的诀窍，好共同进步，长灵力。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满口污言秽语！雷公电母，在，将这小妖拖出去，给我诛了！且慢！母神今日受诞，与民生灵恐有不妥，望母神三思。这孩子是来自花界，恐怕不懂得天规，天后手下留情啊！他满口污言秽语，玷污了天家的尊严，不能姑息。母神息怒，母神若要责罚，便请责罚润玉。锦觅原是润玉挚友，若非润玉偶然提及今日是母神寿宴，想必锦觅仙子也不会前来。润玉愿担全责。你头上的那只发簪，本来是一对吧？莫非这个小妖就是夜神所说的赠腾之人？本座若无记错，方才夜神说，在宴席里没有赠腾人在，如今看来竟是扯谎。难道夜神为了包庇他，想要揽了罪名不成？母神只管责罚，润玉绝无怨言。环帝凤灵。没有想到凤凰这个羽毛还能当护身牌啊！师父，还望母神网开一面，求母神开恩。你们大胆蛇蝎！雷公电母，给我追！遵命。扰了父帝母神雅兴，待儿子回来，再向母神请罪。师父，润玉之责，岂敢让火神承担？润玉这就去将功补过，回来领罪。润玉告退。哇，天哪！哎呀，我如今快得这般登峰造极，叫那群天兵天将怎么办啊？真是高处不胜寒啊！护持君，今日谢谢你啊，又救了我一命。那你准备怎么回报我呢？你想让我怎么回报你呢？不如就以身相许吧，让我们天天来讨论灵修的真谛，怎么样？灵修？也有惧不怕灰飞烟灭吗？雷公电母马上就到，快跟我走。却不知火神今日端的什么名目，要将我灰飞烟灭？我今天没工夫给你拜纸，若再放肆，错过妖鬼，不过负手而已。或许只有他才能保得住锦觅。美人儿，你我情投意合，却要被一棒打散。不过你放心，我回去加紧修炼，定将你夺回来。我去收眼，只是想偷吃一个桃，长灵力而已。你不会把我抓回去，给天后问猪吧？问猪？我的环帝凤灵只此一只，将它留给你，你还不能明了我的心意吗？就算你我注定相往北去。
谢谢。带上这凤灵，让他替我佑你平安祥和。我现在就送你回花界，从今往后，你我再莫相见。锦觅仙子，小鱼仙官，你没事吧？嗯。赵方主，火神殿下能如此想，便再好不过。赵方主，赵方主，长方主放心，旭凤岂是不明事理之人？既然知道与锦觅的关系，定不会连累他的。火神殿下通情达理，还请火神守口如瓶，以保花界安宁。什么秘密？还敢多嘴！若不是收到此处的花木讯息，一路追踪过来，你要躲到几时？今日母神寿宴，锦觅误闯，暴露了面目真身，伏地母神皆已起疑。此刻天兵天将正四处捉拿锦觅。什么？锦觅？我真不是故意的，赵方主，当时真的有老鼠，我才跑的。罢了，你若能让人省心，怕是月老也能4万断案了。参见殿下。天后发旨，还望殿下行个方便。锦觅乃我花界精灵，无论犯下何事，自由花界法度之裁，岂容外人随意折辱？天界36位天将，100万天兵，若我没记错的话，没有一位隶属于天后所辖。雷公电母莫不是忘了先下效命于何人帐下？二殿下且息怒，属下皆效命于二殿下麾下，自当听从二殿下调遣。既然如此，我命你们2位即刻带领天兵返回天界。天后那里，我自有道理。属下遵命。2位方主，是小神擅作主张，闯入水境，将锦觅接出。如今生出诸多是非，还望2位方主恕罪。天界2位尊神连番闯我花界，火神之由我等尚且知晓，却不知夜神是何意图。锦觅仙子活泼烂漫，喜欢新奇事物，如今却被诸位方主拘束在水境当中，未免有些憋屈。任玉乃锦觅仙子友人，本意只是为其解缚。怕是另有所图吧？火神尚且直言不讳，夜神的心思何不直言？润玉心中坦荡，自问从无做出任何逾矩之事，于友人2字问心无愧。2位方主，你们别再怪小鱼仙官了，小鱼仙官是一尾好龙，我喜欢。你说什么？我说小鱼仙官是一尾好龙，我。天界2位尊神连番闯我花界，火神之由我等尚且知晓，却不知夜神是何意图。锦觅仙子活泼烂漫，喜欢新奇事物，如今却被诸位方主拘束在水境当中，未免有些憋屈。任玉乃锦觅仙子友人，本意只是为其解缚。怕是另有所图吧？火神尚且直言不讳，夜神的心思何不直言？润玉心中坦荡，自问从无做出任何逾矩之事，于友人2字问心无愧。2位方主，你们别再怪小鱼仙官了，小鱼仙官是一尾好龙，我喜欢。你说什么？我说小鱼仙官是一尾好龙，我。谢锦觅仙子抬爱，润玉亦喜欢锦觅仙子。你和夜神怎么会？你可知锦觅是何人？你可知锦觅为何会信手变化？你可知我七幽宫的刘子池？你可知鲜花神名讳何许？你可知锦觅本性属水？你可知鲜花神的真身乃水莲一般？你可知你我锦觅3人实是一母兄妹？天哪，我一颗葡萄哪来这么多鸟兽亲戚啊！
这要是真的话，天后岂不是我后妈了？太可怕了。无妨，就算我们三人是兄妹也好。锦觅仙子啊，我问你，除了我，你可还喜欢旭凤？喜欢。那月下仙人呢？喜欢啊。颜佑君又如何？喜欢。西吴宫中的仙士了天和飞絮呢？喜欢。不知长房主又如何？如果长房主以后别对我那么凶的话，我就会更喜欢了。罢了，你这没心没肺的。如果你还想要你这条小命，就赶紧跟我回花界吧。不要。是穗禾无用，没想到殿下竟被锦觅迷惑至此，毁了姨母的收成。那个小妖易容赴宴，也不怪你。不过他居然敢在天帝和水神的面前展露真容，到底居心何在？天界乃清净之地，属仙竟然还带了只老鼠来赴宴，闹出这么个事来。虽属无心，但也真是荒唐。太有趣了，蛇仙带了个小妖来赴宴，结果被鼠仙给惊到了。穗禾不敢断言，定要好好查证一番。说句不当说的，咱们殿下与夜神同此女关系非同一般，倘若放任自流，恐怕要重蹈当年天帝陛下与水神的覆辙。还有，那蛇仙颜佑一向声名狼藉，姨母莫要忘了，他1000年前因何事被贬？难道在6界中又出了个子分不成？我断断不允许再有祸乱天为之事。也罢，你先回去休息吧。是。参见天后。你且查一查，今日来赴宴的那些下阶神仙，尤其是12生肖诛仙，一定要严查到底。我看看是哪一个小妖敢惊扰了本座的寿宴。是。锦觅如何？身体强壮着呢，灵力还有些长进。我给他煮了些安神的药物，让他喝下，早些休息。此番锦觅在天界露出了真身，这身世恐怕是要瞒不住了。可笑那火神还以为他与锦觅是异母兄妹，骨肉之亲。哼，凭他也配？叫他误会，彻底死心，有何不好？别忘了，仙主是如何惨死，此仇不共戴天。无论如何，锦觅不可与天后天帝之子再有任何瓜葛。你可知锦觅是何人？你可知锦觅为何会信手变化？你可知我七幽宫的刘子之？你可知鲜花神名讳何许？你可知锦觅本性属水？你可知鲜花神的真身乃水莲一般？你可知你我锦觅三人实是异母兄妹？刘子池跟我变花有什么关系啊？鲜花神真身和明慧跟我有何干？这怎么一转眼，我们3个成异母兄妹了？天后变成了我的后妈啊！凤凰这个思维可真是跳跃。
先主要尽力做个逍遥散仙，别牵扯进这凡尘俗世、男女情爱之中。这秘密，我们肯定能藏一日是一日。何况，锦觅命中大劫未过，实在不宜离开花界。自今日起，我们轮番守夜，宿在院中。是。可是现在锦觅的阵容大家都看见了，天地那厮恐怕早晚要来问个清楚。哼，他敢，他要是敢问，让他去花神冢，自己和仙主对峙。好险呀！虽然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是应该是照着我的话吧。唉，虽说关在水晶修炼无聊得很，但总比被雷公电母抓去了灰飞烟灭强吧？你说呢，肉肉？好困啊！冒昧的，将锦觅仙子请至这太虚幻境之中，还望锦觅仙子不要介意。不是找我问罪的，天帝陛下实在是太客气了。哈哈，真没想到啊，居然在梦中跟天帝陛下相遇了。哈哈。此处乃是太虚幻境，乃是仙家魂游修炼之所。偶尔幻境现于凡间，则被凡人称为海市蜃楼，以为是海中天禅、吐纳之气所成。我初闻此说，也不免为之一笑，以为凡人无知。直到9万年前，我夜游至此，见他踏水而行，步步生莲。隐去之前，他于雾气中那回眸一瞬，我方知晓何为幻境，何为海市蜃楼。小神天界太微，敢问仙子芳名？自他逝去，天界从此再无春色。我也许久没有来到此地。真是像。方才在那朦胧雾里面，我险些将你认错，但仔细一看你的容貌，又没有一处相似。他不爱笑，我与他相识9万年，见他展颜，也不过10次，偶尔一笑，也是转瞬即逝。他不像你这般春光明媚，
天如冯唐。若非我，他这9万年间，断然不会只有这么一点点笑容，也不会就这样在疗寂中终了此生。唉，世人已矣，还请天帝陛下节哀顺变。天界与这太虚幻境已于4000年寸草不生，听闻锦觅仙子可以信守栽花，你不妨在此种些青莲如何？怎么突然就扯到种花了？不愧是凤凰他爹，思维都如此跳跃发散。听凤凰的意思，他好像也是我爹。理当尽尽孝。好。果然，天地节哀，锦觅只能以此来聊表我的劝慰之情了。你可知我方才所言乃是何人？锦觅尚且年幼，且常居水境，这所识之人嘛，都是一些蔬菜水果的。像您说的那种万把年才笑一回的深沉之人，实在没有。不过1日笑10回的肤浅之辈倒是多的是。恕锦觅见识浅薄，不知道天帝所说的是何人。方才所言之人，正是花神子芬。锦觅仙子仙龄4000余岁，难不成没有见过子芬？从没见过。真想不到，他竟然恨我至此，连自己的血脉也不肯相见。天帝陛下，您这话可不能乱说呀！这梦做得太奇怪了，天帝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进入我的梦中呢？鲜花神明明是半脸，而我呢却是颗葡萄，怎么会是我娘亲呢？这对父子俩真是一个比一个发散。不对，这明明是我的梦啊！看来是我发散了。不怪这凤凰，白日里净说一些有的没的，入梦太深，该醒醒了。看来不是一般的梦啊。算了，既梦之则安之，难得梦见回天地，不如向他讨一些灵力，做一个灵力大涨的梦，也不算是白梦一场啊。天帝陛下，若是您喜欢看我种花，我可以经常给您种；若是您派我去天界做个花匠亦可。只是这个，怎么了？你有何难处？尽管直言。锦觅呢，灵力不高，虽然平时勤学勉励的修行，但是还是个小精灵而已。栽花种草的伎俩虽略通一二，但还是要凭借万物之力才能够变换，所以让天帝见笑啦。想必是子芬封住了你的元灵。这样吧，我授你一些灵力，你且回去修炼749日，便可修炼出真身。这锦觅如何受得起天帝陛下赐予锦觅的灵力呢？好孩子，你我之间本不必如此生分。我授你一些灵力，乃是天经地义之事。多谢天帝。可是你的修为不深，我只能授你5000年的灵力。5000年？多谢天帝，多谢天帝。若非我数万年前一念之差，众方主也不会与天界为敌，你我也不必夜里才能元神相见。真是委屈你了。不委屈，一点都不委屈。来一晚上就给我5000年灵力，你都不委屈，我委屈什么呀？
希望这个梦真的不是一个梦啊！我欠子坟的，都会慢慢的补偿于你，只是有一眼你要谨记。天帝陛下，但说无妨，锦觅定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你要切记，断然不可与旭凤、润玉生出男女情谊，你可明白？嗯，天帝放心，举手之劳，举手之劳。是在想天后寿宴上出现的葡萄精灵吗？那精灵和他确实有几分神似。因为看见那小精灵，我也会一直忆起子坟。这许多年，你虽然从未对我提起过子坟，但是我知道，在你心里，他从未离开过。林秀，嫁给我，委屈你了。我并非怨你，这些年，你与我相敬如宾，岁月安然，我已知足。只是看到你心结未解，难免替你难过。林秀，若是想他了，就去看看他。好。好了，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你也是。你先斩后奏，把那个小妖精放回花界，现在才来谢罪。牧神息怒。你堂堂火神，尊贵的天帝之子，平日里这么多双眼睛都在看着，你却与这等不成体统、连仙级都未入的小妖做朋友，甚至不惜为了这个小妖当众顶撞我怎么能够放心？锦觅多次救过儿臣的性命，也正是因为他的法力低微，儿臣不得不出手相助。锦觅年幼无知，离教生疏，但他并无恶意。你告诉我，你真的只是为了报恩，还是对他生了感情了？没有。好，那你就答应我，从此不再见那个小妖精，那母神就会宽恕他无罪。昨日，我已在长房主面前承诺，今后与锦觅再不相见，母神可以宽心了。宽心？只有你真正的当上天帝，统领天界，与穗禾成婚生子，母神才能真正的宽心。母神又多虑了，儿臣还要赶到教场练兵，先告辞了。若不是我多虑，你能有今日这样的地位？殿下寻夜方歇片刻，又何必急着去花界，劳累伤神呢？听闻长房主素来待下严厉，这次我偷带锦觅私游凡界，又差点在天界闯出祸端，只怕长房主不会轻饶锦觅。我要去趟花界，你们就不用跟着了。是。糟了，他定不会轻饶锦觅。天后对殿下已经心存芥蒂，这个时候殿下若贸然前去，恐怕只会火上浇油，更难以收场。旭凤昨日如此笃定锦觅乃父帝血脉，父帝昨日看锦觅的眼神又的确有意。我去请父帝。好。那我去花界一探究竟吧。
一切小心。我的经紧密，此番冒充鲜花神后人，得了天地5000年的灵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不会怪我吧？我不知道您喜欢吃什么，如果您缺什么的话，可以托梦告诉我。锦觅上刀山下火海，一定会把您伺候得好好的。在这里，我就先谢过鲜花神啦。如此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其实应该跟大家一起庆祝一下的。不过我不在天界，只能找扑哧君一起来庆祝啦。天后娘娘，我之前小试牛刀能换来扑哧君，没有想到我现在的灵力大涨以后，居然换来了天后娘娘。天后娘娘，您这是干什么呀？在你死之前，我教你一点规矩。这是干什么呀？这是什么规矩啊？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也不管你和旭凤还有润玉之间是什么关系，就凭你这张脸，我就可以杀你1000百次。你和子芬还真挺有缘的，死在这里，也算你死得其所了。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哼，什么时候的事？已经有半个时辰了。母神冲动易怒，若是腹地再晚，只怕锦觅他。锦觅是我的骨肉，我如果贸然出头的话，屠瑶就更不会善罢甘休。这样，你速传本座的口谕，就以你母神寿诞之后封赏诛仙，大赦天界之名，将你母神召回来。既然是父帝的血脉，那便是润玉的妹妹，请父帝放心，儿臣必当尽全力护持。水神先生，你不知道尊卑法度吗？不去诗风不语，倒来干涉我干什么？洛林当然知道尊卑法度，只不过本神与鲜花神乃是故交，今日特地前来墓地祭拜，却不料看到这个孩子险些被人夺了性命。哼，我来处置一个小小的花精，与你有何干？锦觅乃是花界精灵，既然是在花界，唯有花神与长方主有资格论罪。子芬已经仙逝，在子芬的墓前对一个低阶精灵下此毒手，天后于心何忍？你口口声声说什么尊卑法度，说白了，不就是为了一个子芬吗？你这么做，只是为了这个小妖精吧？因为她跟子芬长得有点像，是吧？不管于公于私，洛林都无法坐视不管。你认为你能管得了吗？母神让润玉好找吗？小雨仙瓜，见过水神先生。小雨仙瓜，救我！儿臣叩见母神。本座并没有让你起来。回禀母神，儿臣乃是奉父帝口谕，请母神速回九重天，商议封赏诛仙、大赦天界事宜。天后母仪天界，自当坐镇天庭，谨言慎行。倘若惊动了众方主，
闹到天帝那里，恐怕会有损天后贤良仁德的名声。好啊，夜神现在翅膀硬了，越来越厉害，竟然敢拉帮结派，和我作对了。儿臣不敢。母神，请吧。水神先生，锦觅仙子，告辞。多谢水神先生。锦觅仙子可是在为子芬守坟？不过就是一点小心意罢了。锦觅，锦觅，繁花似锦觅安宁，淡云流水度此生。这是子芬生前挂在案前的2句诗，是我亲手为她抄写裱挂的。没想到子芬尚有一丝血脉流于世间。水神先生，若如您刚才所言，锦觅难道真的是鲜花神的，还有天帝的骨血吗？蒲世君！锦觅，你每次能不能有点准头啊？早被你弄骨折。严有唐突，见过水神先生。严佑君可是来花界玩耍？没，严佑从来不寻花问柳，是锦觅仙子召唤我，方才闯入花界的。你灵力见长啊，难道水神先生也是你召唤来的？你能召唤严佑君，施的是何咒？我的灵力低下，我用的就是一般的召唤术。严佑君的真身乃是水蛇，锦觅可能换水？之前火神说我体质阴寒，所以让我练习了一些水系术法。冰英宝变过1、2次，大概试过换水。那你试试呗。我现在好吧，那我今日就当着水神先生的面试试吧。你这个灵力啊，换水还是不行。我再试一下嘛。锦觅，你这普通妖精逞什么能啊你？一坨云，好黑一坨云啊！锦觅，赵方主，水神先生，锦觅这是怎么了？你们看，下雪了，我把雪召唤出来了，我
我召唤出来了。殿下，今日为何水神也去了花界？好像是去祭拜仙花神的。本来天后想对锦觅仙子痛下杀手，毁花神种，没想到水神先上及时赶到，救了他一命，甚至不惜顶撞天后。水神向来淡泊世事，不置于物。这2次见到锦觅的反应，也未免太过反常。我再去花界看看，天后若再有动作，速来报我。如何？可是灵力耗损太过所致。刚才那场大雪是锦觅召唤的，若非锦觅属水，如何能召雪唤炎佑呢？锦觅到底是何身份？如果锦觅只是一个普通精灵，你和海棠坊主又怎么会如此紧张？牡丹不过是花界的丝花小仙，水神的事情，莫非自己还弄不清楚，还要他人转述不成？锦觅和子芬太过相似，却自然是葡萄。洛林实在弄不清楚这其中的缘由。锦觅从生来便有你们照顾，今日能解这个谜底的，唯有你们花界众坊主了。我还说锦觅这迷糊劲儿是天生天养，原来这竟是有源头的。难道？难道锦觅真的是？水神问我也没用。牡丹有所言，也有所不能言。我等花界坊主曾向主上发过毒誓，若有半分泄露，愿自毁元神谢罪，望水神见谅。锦觅体内真机大乱，水神是否渡了灵力于锦觅？这是本神初次私见锦觅。锦觅体内灵力底蕴深厚，且行走霸道，以我之力，并无法消解呀。为了锦觅的性命，如今也别无他法了。如何？锦觅体内火阳之气甚旺，不知是谁给他镀了这么多的阳气，冲撞了他的阴寒本性。今日若非我在此，
恐怕性命堪忧啊！多谢水神先生。若是锦觅出了丁点差错，我等如何向鲜花神交代？锦觅，原来是我的骨肉。香蜜沉沉烬如霜，一部起初因片名太长不被看好，后因演技在线改编精良，而逆袭18年暑假档的黑马玄幻剧。当年看这部剧的人，有的因为主角演技炸裂，有的因为沉溺于小鱼仙官的颜值，而我不是重点。女主锦觅本是花神之女，但因花神为情所困，不想女儿重蹈覆辙，于是使用允丹让锦觅断情绝爱。待我去后，切莫立他为花神，做个逍遥散仙，便是极好。花神死后，花界方主隐瞒了锦觅的身世，一直将她禁在水镜里，不能出去，以至于几百年来，锦觅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果子精，直到遇到一只烧焦的鸟儿。我看到一朵鸟，哎，是一只鸟，是一只一只的。啊，它的花和叶子好硬啊，那是它的羽毛。阴差阳错地救了这只魔尊的身份，一直在世间各处找寻锦觅，最终找到投胎为凡人的锦觅，并直接抢亲。我来了。可是我已经收了相府的聘礼了，这该如何是好呢？那真是可惜了，我还准备了6000年的灵力。如此这样，我只好勉为其难了。最后，两人甚至生了一个水鸟唐月，阖家团圆。香蜜改编自同名小说，虽说剧中台词都是沿用小说原句，但个人感觉改编胜于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书写，具有很多局限，而且影视化改编以后，吐出允丹以后的锦觅和之前的形象是有出入的，而并非一路傻白甜到底，最起码形象立住了。润玉慢慢黑化，也因为有过渡，显得流畅自然而不突兀。主演演技不仅在线，而且坚持原声，不用配音也是加分项。当然，改编也是有很多问题的，比如刘英和木子的感情线又多又对剧情无意义，而且剧中回忆情节也是过长过多，注水严重。剧情之中，旭凤虽然喜欢锦觅，但在知道锦觅与自己长兄有婚约的情况下还双休的行为也是令人啧舌。但无论如何，单凭演技让一些粗制滥造的影视剧自惭形秽的资格就已经有了。将自己关起来，每天画各种各样旭凤的画像，并且从画册中得知已成为魔尊的旭凤状况之后，他还常常输入魔界，躲在暗处偷偷观察旭凤，直到他见到旭凤用他的真身变出春华秋实的景象，只为取悦穗禾，狠心之下捏碎了真身。当众人知道水神和风神死亡的真相，于是在旭凤和穗禾成亲时，将新娘换成了锦觅。穗禾气急败坏，终于说出自己才是真正的凶手，于是被惩罚永世不得踏出魔界，最终被顾城王的2个傻儿子当成了人肉点心。而旭凤和锦觅的大婚已成，按魔界的规矩，礼成之后谁都不可以取消。但作为天后的锦觅身处魔界，却成了润玉发兵攻打魔界的借口。两人大战，情急之下，锦觅以身挡住了两人的施法，最终形消神散。而润玉则划清界限，永世不再与魔界相战。旭凤辞去了打破了结界的凤凰以后，锦觅成功逃出水镜，随着凤凰一起上了天界，成了他的书童，每天想着300年灵力，100年灵力的大王宗，甚至因为贪恋灵力而吃了朱雀卵，因为只有提高自己的修为，才能救活自己的朋友肉肉。你这小妖，本身体质阴寒，只宜水养，竟不自量食了我灵鸟朱雀之卵。人家是葡萄吗？人家生在土里，人家不是生在水里，人家以为朱雀是猪的亲戚，没想到是火的亲戚。因为带了锁灵簪，别人看不出锦觅的性别，甚至有仙女打算追求锦觅，因为锦觅不识情爱，哪怕做了出格的行为都不自知。阿凤，让爷好好等等你吧。
就算是叫也没有用的。阿芳，你就疼了也罢。但旭凤却在其中点点沦陷。锦觅对于情爱也并非没有半点反应，他对旭凤的情谊一点点加深，就会听到霜花碎裂的声音。在天界，锦觅认识了老大不小却黑发童颜的红狐狸月老，温润如玉的美男鱼润玉，更结识了心狠手辣的天后。天后是旭凤的生母，但两个人的性格相去甚远。天后对锦觅的怨怼，在锦觅身份被揭露后更甚。锦觅原来是水神和花神的女儿，当年天帝被花神的美貌倾倒，险些要因为她而废了天后。即便最终花神被天后害死，天后心中仍对她的女儿记恨，甚至想了坏主意，让锦觅下凡做凡人历练，企图在人间让她神魂俱灭，在世间永远消失。却不巧旭凤也跟着一起轮回，在凡间两个人的感情不减反增。但回到天界，两个人又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水神和天帝之间有约定，如果水神将来生了女儿，要结为亲家，也就是说锦觅要和润玉成为夫妻，和旭凤只能成为叔嫂。水神本来打算去取消这个约定，但润玉故意利用锦觅不懂感情，引导他说出喜欢自己的话给水神听。水神以为两人两情相悦，不了了之。可锦觅和旭凤已经双修，有了实质的关系，并播送了自己最重要的东西。这是春华秋实，你把它放在你的心口，用灵力催动，便可以画出整个春花秋实的美景。朝春暮秋，可以延续1日呢。为什么只有春花秋实？我还想要你的夏至冬雪呢。画蛇添足，你是火神，便是夏日赤阳，而我呢，便是冬日霜雪啦。如此，正是4季都齐全了。锦觅的允丹经过凡间的经历，几乎要冲破桎梏，打算去退婚。水神以为锦觅是小孩心性，没有答应。已经黑化且无法容忍未婚妻与旭凤缠绵的润玉，趁着锦觅熟睡，重新将允丹修补好。锦觅又断了念想。而天后当年杀害花神的事东窗事发，加上企图杀害锦觅，于是被关进了炼狱之中。但他仍然不死心，将自己毕生功力传给了自己的侄女，也是心仪旭凤的鸟族首领穗禾。本座已将毕生修为度运，你现有这琉璃净火加持，定要复兴鸟族，助我儿旭凤登上帝位。穗禾飞信约见水神，用琉璃净火杀了水神和他现任妻子风神。信上的字句和旭凤的完全一样，会使用琉璃净火的人，天界就只有凤凰和天后。天后被关，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旭凤。因为需要守孝，锦觅和润玉的婚期延后了3年。守孝结束，锦觅见了旭凤，截了一绺头发，让旭凤放在内丹经原处。婚礼上是润玉预谋的叛变，旭凤与润玉交战。当琉璃净火的光辉闪烁，锦觅想起了被杀害的父亲、风神和母亲，拿起了水神用半生修为给他打造的兵器，刺中了旭凤的内丹经原处。旭凤魂魄消散后，锦觅的允丹终于从口中吐出，恢复了情爱。因为悲伤过度，昏了过去。天帝因为悲愤过度，自毁元神，润玉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天帝。锦觅苏醒后，领悟了自己对旭凤的爱，不停地去忘川找寻他的影踪，知道旭凤还留有一丝魂魄在世间，便去找太上老君求取丹药。为了得到炼制丹药的药引玄穹之光，历经艰险去找先天帝的大哥，甚至用自己的眼中色彩作为交换。从此锦觅眼中只能看到黑白2种颜色，并用自己的身体做容器，承载玄穹之光，导致元气大伤。在魔界，锦觅跟踪穗禾，发现了旭凤尚存一丝的魂魄，喂下丹药，可还没有等到旭凤苏醒，穗禾折返回来，锦觅只能逃走，回到天界。锦觅终于认清了润玉温润如玉表面下内心的阴暗。你利用我不懂情爱之事，诱我说出喜欢你的话，你为的就是让爹爹相信我喜欢你，因为你害怕，你怕爹爹撤销我们的婚约，你因为你害怕失去爹爹常有力的后盾，你想让爹爹跟你一起对付旭凤，对吗？你任
由我出入齐武宫，你任由徐凤来看我，你为的仅仅是由我拖住他。你送给我野兽是为了监视我，你早就知道爹爹是为谁所杀，而你不光是一个不棋的高手，你更是一个赌徒。大婚那日，你就下了一个赌注，你赌的就是徐凤会闯进来，你赌的就是我会杀了徐凤，对吗？什么蛇啊天君，什么都没有，你只有一个赌注，那个赌注就是我只是你的一个筹码，我只是你的一个筹码而已。你真的太可怕了，你是如何做到的？你如此步步为营，分毫不差，你可以让全天下的人皆沦为你的妻子，都被你利用，可是你还让全天下的人都认为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干净、最善良的人。